你知道有多少人看到我进了你的房间吗？你的清白没了，你只能嫁我了。我走到一边的化妆台，拿起梳子梳了梳自己的头发。你觉得清白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？那人愣了一下，身为女子，自然是重要的，不然你可以看看，这是传出去之后，还有没有人愿意娶你。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嫁给我，成全希儿和林将军。希儿说了，只要没有你这个阻碍，他们就会成亲的。我笑着将梳子扔到一边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以为除了嫁给你，我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我看着木曜一脸疑惑的表情，轻笑了一声，然后声嘶力竭喊道：来人啊，救命啊，有人要轻薄我，快来人啊。除了嫁给他，我还可以弄死他。今天是我穿越到恶毒女配身上的第3天，原文的恶毒女配实在是太小儿科了，所以我要来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恶毒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书中的恶毒女配因为一眼看上了林将军，就到处追着人家跑。他们所谓的恶毒，也就是他一直恬不知耻的追着林将军的行为。最后人没追到，还被木曜污了清白，嫁给了木曜。但是木曜是徐熙儿的追随者，目的只是让徐熙儿能顺利嫁给林将军而已。婚后直接就是冷暴力，一次没有碰恶毒女配。恶毒女配最后结局是被木曜扔进水里活活溺死，结束了她可怜又可悲的一生。原因竟然只是林将军没有娶徐熙儿，而徐熙儿转投了他的怀抱，他要娶徐熙儿了。都说女配是因为太恶毒才有了这样的结局，我却不同意。我觉得她就是因为不够恶毒才有了那样的下场。我在其他人闯入房间之前拽散了头发，撕开了肩头的薄纱，将裙摆也弄散，然后扇了自己2巴掌，趴在地上。木曜整个人都傻了，看着我这一通自残的行为之后，才反应过来我要做什么。荒唐！令烟，你发什么疯？他冲过来想要拽我起来，我却拼命推着他，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门被打开了，一群人冲了进来。我哭得梨花带雨，一只手拉着肩膀的薄纱，一只手推拒着木曜。最前面进来的人是将军府的侍卫，进来之后，他们都愣住了一瞬，看清面前的情况后，冲上去就把木曜按住了。后来进来的丫鬟冲到床边，拿起被子将我包裹了起来。快去叫将军来啊！是的，我现在仗着自己的公主身份住到了将军府里。其实穿过来的第1天我就想离开了，但是那位林大将军一直没出现，我走到哪里他躲到哪里。我只是想看看把恶毒女配迷晕的人到底长什么样而已。今天这个情况，我肯定是能看到他了。林余胜进到房间看到我的时候，眼里有一丝慌乱。确实，一个公主在她家出了事儿，如果皇帝追究她的责任，她怕是要完。我掉着眼泪看着面前的人，确实有点帅，而且主要是端正，看着就一身正气。我抹了抹脸颊的眼泪，站起来扑了过去。将军，我好怕！我趴在他怀里，哭得昏天暗地。不是，林将军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是他自己打自己，还扯自己衣服。木曜被按住，脸压在地上，不停为自己辩解。我把脑袋从林余胜怀里抬起来，我是疯了吗？你这个登徒子，你污我清白，我要让父皇砍了你，就算你喜欢徐熙儿，你也不能这么做啊！说完，我抬头看着林余胜，将军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破坏你和徐熙儿了。我懂了，你不会喜欢我的，经历了这个事情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如果不是我太过喜欢你，我也不会遭此横祸。说完，我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慌乱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。我裹着被子缩成一团，抬眼间，一颗泪珠从左眼眶滑出。将军，送我回宫吧。林余胜叹了口气，我送你回去，至于你，他转头看着木曜，等着圣上定夺吧。木曜瞬间傻了眼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勾引我的，不是我要轻薄他。我在一边呜呜咽咽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林将军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这种草包？我一定要让父皇给你赐死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木曜百口莫辩，腿上一软，本来还是撅着，现在直接吓得趴了。回宫之后，我趴在皇后怀里接着哭。看到木曜被带上来，我在皇后怀里缩成一团。母后，我不敢了，
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不喜欢林将军了，我不和徐希儿抢了，这样他的人就不会来害我了。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和他抢了。皇帝气得拍了桌子，荒唐！我还没听说谁敢这么欺负一朝公主的，先把木曜关起来，让徐丞相带着徐希儿进宫。等到徐希儿进宫的时候，我已经梳妆打扮好了，换了身新衣服，顶得像是猪头的脸。徐希儿看到我也吓了一跳。将军府的消息封锁住了，他应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看到徐希儿之后，哭得更加伤心了。我颤抖着手指指着他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竟然怂恿木曜去害我，让他污了我的清白，让我没有资格再嫁给林将军。”徐希儿听到这话，已经跪着的身体颤了颤：“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我让他去的。”徐丞相一听这话，也跟着发抖。谋害公主可算是大罪，弄不好他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他拼命磕头：“皇上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啊！希儿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他怎么可能怂恿木曜去害公主呢？一定是木曜自己居心不良啊，一切和希儿无关啊！”徐希儿浑身颤抖着跪在那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但是他看着我的眼神却是充满了疑惑，估计他从没想过，我这样一个娇娇弱弱的女子，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吧？如果按照我正常的性子来说，我应该是认命的嫁给木曜，将这不光彩的事情掩盖下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反而要大肆宣扬出去。父皇，木曜亲口说的，毁了我的清白，让我嫁不成林将军，这是我亲耳听到的。之后我很生气，我就骂了他2句，他就打我。我扑到皇帝脚边，抱着他的小腿哭泣：“父皇，我是公主啊，他看不起我，打我，要污了我的清白，他就是故意的啊，他看不上咱们皇家啊！”父皇听到这话，皇帝一拍桌子：“混账东西，他爹呢？还没来吗？”我痛哭流涕，余光瞄到殿外的身影：“父皇，徐家也看不上咱们皇家啊，你看看徐希儿，他都敢骑到我头上了。”徐丞相咣咣咣的磕头：“皇上，臣没有啊，一定是木曜自作主张，他觊觎我家希儿，又觊觎公主，他该杀啊！但是我徐家是无辜的啊！”有人从殿外进来，扑通一声跪下：“皇上，木曜做成这般荒唐事情，任凭皇上处置。”许丞相身子一僵，向身侧看去，木椒将军已经跪得直挺挺的。我弯了弯嘴角：“成了，以后这2家怕是要斗得你死我活了。”还没等皇帝说话，我拽了拽他的衣角：“父皇，既然徐丞相都这么说了，那说不定徐希儿确实是被冤枉的，一切应该都是木曜自己的主意。你想怎么处置他？”我哭得梨花带雨，轻声开口：“木将军，木曜做出这种事情来，要是让我饶恕他，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公主，木曜这次犯了大错，就算您杀了他也是应该的。”我拿出帕子擦了擦泪，他虽然犯了大错，但是我也没有残忍到要杀了他，我可以留他一条命。我将帕子在手里拧了拧：“不如就宫刑吧。”一句话出口，堂下所有人脸色都白了白。我想留他一条命，父皇。皇帝点了点头：“好，传令下去。”穆将军咬牙磕头：“谢皇上，谢公主。”抬起头后，他盯着徐丞相，满眼都是怨恨。穆将军有1儿2女，2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了。木曜在战场上还立过几次功，本来他想继承将军府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这下全完了。他太清楚，他那个脑子一根弦的儿子8成是被徐希儿给挑唆的，但是木曜确实也做了大不敬的事情，所以能留下一条命，也算是公主开恩。但是害了他儿子的徐希儿，他不会放过的。父皇，宫刑之后，就先让木曜在宫里养着吧，毕竟太医院这边比较清楚医治方法。好，我站起身来，向后退了退。木曜要是回去了，肯定把我栽赃他的事情告诉他爹，所以我自然是不会让他回去的。而且我今天留他一条命，只是做给穆将军看的，他的命我还是要收的。我看了眼在下面跪着一直没有说话的林云胜：“父皇，林将军这么轻易就让人进了我的闺房，说明他治家不严，所以也该罚的。如果他阻止了木曜进我的房间，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”林云胜终于抬头看我了，只不过满眼的不信。而穆将军也看了过去：“是啊，如果林云胜阻止了，他儿子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杖责50。”
林余胜一脸呆滞的被带了下去。既然没有徐家的事儿，你们就回去吧。徐丞相急忙磕头谢恩，带着腿软的徐熙儿离开。等人都走光了，皇上抬起眼看了看我，怎么想把我的朝堂都搅乱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再次跪下，有点得意忘形了。虽然皇帝极其宠爱公主，但是当着人家的面耍心眼，还是会惹人家生气的。而臣不敢。行了，脸都肿成什么样了，快去找御医看看，也不知道下手轻一点。我惊讶，父皇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右手打右脸，左手打左脸，不是你自己打的，还能是谁打的？手印那么清晰，亏了他们离得远，看不清。我抬手捂住脸，演得太投入，没注意这些细节。你不是那种会诬陷别人的人，你性子单纯，肯定也是被逼急了。父皇信你，不过木曜的命留不得。我点头，儿臣知道该怎么做。下去吧。回到我自己的住处，先往自己脸上敷了药，又睡了一觉。傍晚时分，我吃了晚膳，才慢慢悠悠走出去。走到哪里去？自然是关着木曜的地方。再次见到木曜，也不过就是过了几个时辰。他已经醒了，睁着眼睛躺着，目光呆滞。我走到他床边坐下。穆小将军，怎么样？我说的对吧？除了嫁给你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他终于把目光移到我脸上，你诬陷我，害我成了这样。我连忙伸出手，捂上了他的嘴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嘴角一弯，笑出了声，是你要污我清白，这是我诬陷你吗？是你诬陷我，我是心善，才留了你一条命，不然你刚才就被乱棍打死了。我凑近了他一些，你都不知道徐熙儿急着和你撇清关系的样子有多滑稽，你也不知道徐丞相红口白牙说一切都是你自己心术不正，一切和他徐家无关的时候有多急迫。可怜了你父亲，脸色苍白，跪地给你求情。我是想说明你不是主谋的，但是许丞相的嘴，我实在是说不过，能保你一条命下来，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。眼泪从他眼眶滑落，他哭了。徐熙儿，明明是他让我去的，是他。哎，你也是可怜之人，为他做了那么多，得到了什么？这下好了，他可以和徐将军双宿双飞了，被他害惨了的只有我和你。你呢，成了一个阉人，我呢，清白被毁，就算我出去说我没有，也没有人会相信我。弄到最后，咱俩倒是两败俱伤了，只有咱们两个是可怜人罢了。我假意哭出几滴泪。你父亲估计在家里等你的消息，你写封家书，我帮你送出去吧。我拿来纸笔，看着木曜写下徐熙儿指示他去将军府，让他进我房间，然后把人都招来，坏了我的名声后，再和皇上求娶我。一封家书，木曜写得痛哭流涕。我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好好休息，书信的事情就交给我了，你父亲的书信我拿到了，就给你送过来。木曜含着泪说了句谢谢。我拿着家书离开，无声说了句傻 X。 那封家书我并没有立刻送去穆将军府上，而是在第二天，在他们下朝之后，我把文状元叫来了。他和徐丞相素来不和，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，帮我看看这封家书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文状元拿过家书看起来，他脸色越来越苍白，手也开始发抖。他当然抖，他知道了今天大秘密。虽然昨天的事情已经闹得人尽皆知，但是这里面的弯弯绕绕还真没有几个人知道。他扑通一声跪下，臣上有老下有小，请公主放我一条生路。我西瓜都要塞进嘴里了，看到他这样就没塞。你突然跪什么？他疯狂摇头，此等秘辛不该是臣可以知道的啊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我只是让你看看这家书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通过这封家书传递某种信息，比如像藏头诗那种。他疯狂摇头，公主，这家书谜底都在谜面上，这就是平铺直叙，将事情讲得清楚，说明了穆小将军是受了徐熙儿的指使去诬陷公主的。我放心下来，这样的话，这封家书就没有问题。果然，我就说嘛，什么情情爱爱，在生命和前途面前什么都不是，爱得天昏地暗的，只不过是受了宫刑，这就恨上了，都不用我说什么，都招了。我冲着门口的侍卫摆摆手，过来将这封家书送去穆将军府上，和他说穆小将军一切安好。
看到文状元依然跪在地上，我不禁起了逗弄的心思。起来吧。他站起身来，低头不敢看我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未曾听闻状元郎已经婚配啊，这下有小事。他脸皱成一团，但依然是帅的。臣养了一只狗，刚3个月。我被他逗笑了。行吧，今天的事情不要说出去，以后可能这些往来书信都要经过你看一遍。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，直接来找我就行。我想起看过的电视剧里面都是要给个信物什么的，我就将腰间的玉佩拿了下来。诺，这个玉佩给你，到时候拿着玉佩来找我就好。他拿着玉佩看了一会儿，点头应下。从这天起，他每日都要来我这里帮我看看信什么的，或者有些我在书中看不懂的东西，他会来教我。时间长了，我们2个倒是处成朋友的模式了。裴行，你说穆将军能忍到什么时候啊？他一边看着穆耀今日写的家书，一边答道：应该没几天了吧，最近徐丞相每天脸色都白得吓人，在上朝的时候也好久没有对我了，估计为了对付穆将军已经筋疲力尽了。你说徐熙儿害了他的儿子，是不是就应该还给人家一个儿子呢？裴行抬头，没有在看信，你是什么意思？穆将军的夫人已经去世几年了吧？徐熙儿也到了婚配的年纪了。裴行大惊，你是想……我指指家书，穆耀的字迹你模仿的差不多了吧？今天就给加几句话吧。就写：父亲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既然徐熙儿毁了我，毁了穆家，那她就应该嫁给父亲，为我穆家开枝散叶。就在裴行生无可恋的做好嫁的时候，外面的丫鬟进来和我说林将军求见。我还没等说什么，裴行唰一下站了起来。他来干嘛？我支着下巴看着他，最近他还真的越来越没大没小了。开始几天是怕我的，没事就在我面前跪来跪去，后来和我熟了之后，一点规矩也没有了。这大概就是恃宠而骄。我指了指后面的屏风，不想走的话就去后面躲一躲。他不情不愿地拿起家书，躲到了后面。林玉胜进来的时候，我只是在默默吃瓜，一个眼神都没给他。嫣嫣，我抬起眼看他一眼，嫣嫣也是你能叫的？他一怔，低头行礼，公主跪下。他听到我的话，倒是没有迟疑，直接跪在我面前。我一边喝着茶水，一边问道：伤好了？听说那天行刑的人劲儿大得很，一顿板子给他打得皮开肉绽。已经好了。来找我做什么？我一口口喝着茶，低头看着他问道：臣想求娶公主。我拿着杯子的手一顿，我刚要说话，就听到屏风后面哗啦啦一阵响声。我闭了闭眼，小翠，去看看，猫又把东西碰掉了，收拾一下。打发了人过去收拾东西，我盯着林玉胜问道：你是不是被打傻了？臣没有。我无语。那是什么原因，让您这位从来对我不屑一顾的人突然想娶我呢？公主是在我府上出的事，现在清白已悔，所以我愿意娶公主。我笑了出来，怎么，你这是给我定罪呢？还是说你这是赎罪呢？让你娶我这个不清不白的公主，委屈你了吧？臣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，用食指将他下巴挑起来。怎么，真以为我没人要了？我嗤笑一声，我是公主，我爹是皇帝，我娘是皇后，我外公是大将军，你以为真的有那么多人在乎我是不是清白之身？你知不知道想靠着我往上爬的人有多少？只要我喊一声，想做我驸马的人从这里能排到邻国去，你怎么会觉得没有人来求娶我呢？但是这些人都是为了利益，没有真心对待公主的。我愣了愣，他还和我谈真心？这才几天，他就长出来真心了？你说的真心是什么意思？这段时间你不在我面前出现，我怅然若失，也让我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我是喜欢你的，只不过我真的不喜欢你强迫我的那些手段，所以想通之后，我来认错。我是真心想娶你的，我保证你嫁给我后，我会真心对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委屈。听到这里，我倒是明白了书里他为什么最后没有娶许仙了。估计是在原主嫁人之后，他才明白自己是喜欢原主的，所以就没再娶。但是穆耀能随意进出他的将军府，能随意进入后院，没有他的授意，怎么可能进得去呢？他明知道穆耀要做什么，
还是放他进了我的房间，这又算什么真心呢？我偷偷掐了自己后腰一把，落了2滴泪。我等你这话等了好久，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变了。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是我太喜欢你了。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资格和你在一起了，和你在一起，怕是也会污了你的名声。你现在是鼎鼎有名的大将军，不该和我这样名声狼藉的人在一起。你应该娶一位真正有才情的女子才是。他抬手拉着我的胳膊，不是的，我真心喜欢你，趁着现在还可以挽回，我不想错过了。我又掉了2滴泪，之后将他推开，已经挽回不了了，就是因为喜欢你，我才不能让你的名声因我变差。你走吧。我背过身去，用帕子擦着眼泪。我每日都会来找你，你会有回心转意的一天的。如果当初木曜得逞了，和我发生了什么，你还会像今天一样来找我吗？虽然背对着他，我依然能感觉到他的沉默。我摆了摆手，你走吧。人走之后，我随手将帕子扔到一边的地上。裴行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，我接过他手里的假信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封好之后，让人送去穆将军府里。公主，还是有人想真心待你，真心娶你的。我拄着下巴，眼睛一弯，哦，还有这样的人呢？我倒是实在想不出，这世上还有人不为了权势要娶我的。裴行脸红红的，有的。谁呀？他脸更红了一些，我想娶你。我轻笑出声，短短几天就喜欢上了？你不觉得我很可怕吗？我心眼小，锱铢必报，害过我的人，我不会放过他们，我也没什么菩萨心肠。那是他们不懂你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坚定，是他们先害的你，他们就得承担后果。哇，那你真的很懂我。我站起身来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好好帮我造假，只要你一直帮我，说不定你还真有机会。裴行有机会吗？大概是没有的，因为我已经决定去和亲了。皇帝叫我去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要说穆家的事情。林医生来找朕了，和我说要娶你。啊！我回想了一下，我记得我拒绝他了。皇帝大笑出声，这才是朕的女儿。之前你对她阿谀奉承那个样子，我都不想认你了。好在你醒悟得快，不过你性子确实也变得太多了。我心里一慌，原主小家碧玉，柔柔弱弱，我确实和她太不一样了。不过现在这样子才好，有我当年的风范，也足以见得林玉胜是真的把你伤透了。皇帝笑得开心，似乎是终于出了一口气。你不想嫁，我自然不会让你嫁给他，你的夫婿你自己来选。我想了想，问道：父皇，林迟国是不是过几日就要有人过来了？哼！皇帝冷哼一声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记得书里面这个时候林迟国就是来求娶原主的，但是因为原主已经嫁给了穆曜，所以事情不了了之。似乎是他们的国师算出来原主是天命女，如果能和亲，两国就能一直交好，而且还能增强2个国家的国运。说实话，我想嫁过去。我看上的倒不是林迟国的皇帝，因为在1个月后，邻国的皇帝就会死翘翘了，只会留下一个幼子。我看上的是那个皇位，我自然是不能跟自己爹抢皇位的，而且在这里待得越久越会被发现我不是原主，所以我要尽快离开这里。而别的国家的皇位，我是可以去做一做的，就算是垂帘听政，又何尝不是一种登基呢？这边还没等我们接着说下去，那边徐丞相就求见了。我想了想，8成是穆将军开始行动了。果然，徐丞相直接进来就是一个华跪，皇上，请您一定要救救臣啊！徐丞相连哭带喊的把事情讲述完，已经哭得要昏过去。徐仙儿在一边也是哭得昏天暗地。皇上，请您一定救救我们啊！穆将军他不讲理啊，现在就要强娶我的女儿，我女儿比他女儿年纪都小啊，他不做人啊！就在他声嘶力竭地喊着要把穆将军治罪的时候，穆娇倒是也来了。皇上，这是穆曜的书信，里面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穆曜是受徐仙儿指使才冒犯了公主，这里面一桩桩一件件写得很清楚。我儿被冤枉受了宫刑，他徐家就是应该赔偿我家的。我要求的也不多，让徐仙儿为我家开枝散叶，仅此而已啊！我从穆娇手中接过信件，递到皇帝手中。我看着徐仙儿惨白的脸色，
嘴角微弯。看完了信件，皇帝问我，木曜呢？父皇，木曜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之前恢复的没太好，落下病根，赵太医说让他好好休养才行。这些信件确实是他亲笔写的，我认得他的笔迹。说完，我扑通一下跪下，如果真如木曜所言，那臣也请父皇帮我主持公道。哦，你想我怎么主持？徐熙儿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事情，造成我国损失一名少年将军，而且他找人侮辱当朝公主，本就已经是死罪了。但是念在徐丞相曾经多次献策有功，倒是也可以免了徐熙儿死罪，就让她嫁给穆将军赎罪就好了，毕竟他害得穆家无后。徐熙儿已经吓傻了，看着我的目光充满了恐惧。所以看懂了吗？原主算哪门子的恶毒？我才是。徐熙儿晕过去了，许丞相呆滞了，皇帝下旨赐婚了，穆将军得偿所愿。我功成身退，已经好几天没见到穆耀，我晃悠到他的院子，看到他在院子里发呆。穆耀，他呆滞地站起来，跪下给公主请安。我没有让他起来，而是坐到他面前的石椅上。我是来告诉你一件大事的。穆耀抬头，什么事情？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你父亲要娶徐熙儿了，让他为穆家开枝散叶，生下一个继承人，继承将军府。穆耀本来挂在脸上的微笑消失了，然后颓然地坐在地上。如果能生个儿子，那你们穆家的香火就可以延续下去了。毕竟你也懂得，你父亲也没有办法把希望寄托于一个阉人身上，不是吗？穆耀想借酒消愁。当天夜里，我让人往穆耀院子里送了很多酒。1个时辰后，穆耀误掉进池子里，溺水身亡了。这个消息是我起床后洗漱的时候，丫鬟和我说的。应该是穆将军喝了太多的酒，又自己去了池子边上，无意间掉下去的。大半夜的，没人看到，最后还是溺死了。我摸着桌子上的那些钗，心里说不出来的舒服。当初看书的时候，看到穆耀将原主溺死在水里的时候，我真是恨不得亲自杀了他。每当原主挣扎出水面呼吸的时候，穆耀就会一脚将人踩进水里，就这样折磨了原主一炷香的时间。现在来看，回旋镖终于还是插在他自己身上，他也溺死了，也算还了原主一场因果。穆将军只伤心了几天，就开始准备和徐熙儿拜堂成亲。而他和徐熙儿成亲当天，我送了5个美娇娘去穆将军府做他的妾。徐熙儿肯定是斗不过他们的，从小娇养的小白花，除了会使一些小手段、小伎俩，还能干什么？自然斗不过我找来的5个人精。我也告诉他们，只要能让徐熙儿过不好，就有赏，随时来公主府找我领赏钱。我就是想让他的人生越来越热闹，越来越绝望。凌迟国来得很快，很着急的样子。皇帝知道他们是来求娶我的时候，一身煞气。他问我的想法，我说我嫁。他大惊，凌迟国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去做什么？他们大部分都吃不饱，除了武力非凡，没有什么好的地方。甚至他们将士都吃不饱，但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毅力，吃不饱穿不暖，打仗也能压我们一头。父皇，就让我去吧，我有自己的想法。皇帝靠在一边的椅子扶手上，听说他们那个皇帝都快病死了，这次8成是要拿你冲洗，这你也去？我笑得眼角弯弯，他若是死了，不是正好？皇帝端着茶杯的手一顿，然后笑了，这样啊，那去吧。我出发去凌迟国那天，裴行哭红了眼睛，我也象征性的掉了几滴泪。裴行，你我注定有缘无分，你将来找个和你相配的女子娶了吧。我捂着脸上了马车。出城的时候，林云胜拦住了马车。我掀开帘子看了看，看到是他，我刚想放下帘子，就被他制止了。公主，我没想到你被我伤得这么深，我愿意为了你终身不娶。我红了眼，没说话。将帘子放下后，拿起一边的糕点放在嘴里，暗骂了一句神经病。到凌迟国那天，我成亲了，然后我见到了我那个病得每天离不开床的皇帝老公，相貌不错，就是已经瘦得有点脱相了。距离他去世只剩10天的时间了。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他的症状，8成是肺结核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想治好应该是没可能了。我不是学医的，自然也不知道该怎么治。我只记得我看过一本中医相关的小说，
里面讲了肺结核需要的中药。我看到他咳成那个样子，也有点不忍心，怎么也是一条命。于是就把我脑袋里能记住的一些药材告诉了御医。反正10天后他也是个死，不如死马当活马医。估计就算救活了，他也只是吊着一条命而已。我从没想过，我记得那些中药材还真有用。10天之后，我这便宜老公没死，甚至还有好转。我永远都忘不了几百个人直接给我下跪奉我为神女的场景。果然国师的话是对的啊，皇后是神女啊。躺在床上的陆芷也满眼感恩地看着我。至于他儿子陆遥更不用说了，看起来还有点崇拜我。经历了这件事后，我倒是确确实实垂帘听政了，陆遥什么都听我的。不过这个国家还真是穷得有点过分了。我想着民以食为天，那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吃不上饭的问题。我见土地肥沃，提出建议发展农业，他们丝毫没有迟疑，直接开干。不得不说，之前父皇说武力非凡，毅力强，真不是瞎说的。我见过一次他们开垦土地，看得我口水直流，身材怎么都这么好。不愧是北方啊！有了神女的身份，我在凌迟国过得风生水起。我说什么他们都信，我有什么建议，他们直接就去执行，一点都不反驳。甚至他们已经忘了，我那个脱相的老公才是皇帝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农作物大丰收，至少没有什么饿肚子的人了。几百人又给我跪成一片，我只能用民风淳朴来形容他们了。在这个国家当皇帝有点轻松了，我那个便宜老公已经可以下地走动了，也不咳嗽了。我稍微有了点危机感，结果他直接一个圣旨传位给我了。我那个便宜儿子拎着风筝就跑了，母皇，这皇帝给你当了，我就完去了哈。我父皇知道我在凌迟国干成皇帝之后，给我送了封信来，上面只有3个字，好样的。然而跟着这封信来的还有一个人，那人拿着玉佩递到我面前，女皇，您之前答应过我，我可以拿着玉佩和您提一个条件。我是来和亲的。我满脸黑线的看着面前的人，顺便用余光扫了扫我那便宜老公。此时他身体已经养好，据说比生病前还强壮了一些。我看着面前的玉佩，收也不是，不收也不是。我那便宜老公则是冷哼一声，转身走了。我追在后面问道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又闹脾气。去军营找对面的林云胜打一架。你不会是生气了吧？自从他身体好了之后，听了很多我的传闻，从那以后他心情不好就会骑马去揍林云胜出一顿气。我有什么资格生气？女皇3宫6院不是很正常吗？我无语，这个杜夫。我摆了摆手，吩咐下面的人朕不和亲，送裴行回去。裴行也急了，哎，你说话不算话呢，怎么？我也急了，我撒谎也不是1次2次了，我反悔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没看到我这要哄人呢吗？自己回家去。我看便宜老公跑远了，急忙追上去。哎，陆芷，你等等我啊，你要真走了，我可就把裴行收了啊。裴行伤心欲绝，正准备痛哭流涕，一只小手拍在他膝盖上，你是来和亲的啊？我母皇不会收你的，不然你嫁给我吧。他看着陆遥的小脸，脑子一片空白，然后他嗷的一嗓子冲了出去。陆遥挠着头问道，这姐姐怎么跑了？嫁给我不好吗？我将来能当皇帝的。其他人扶额，皇子还小，裴行又男生女相，所以认错了性别也无可厚非。据说那天裴行累趴了2匹马，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家中，再也没有提和亲的事情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